话说当年，诸葛亮5丈原施法续命，点燃了9981盏长寿灯，方能续命100年。只可惜呀，就剩最后1盏，被魏延打断施法，诸葛亮最终是血而亡啊！可惜了，诸葛亮这一身通天的本领，真是胡说八道。但是苍天有眼，机缘巧合，让我得到了一件宝贝——诸葛内经。今日有缘，要998，也不要888，只要98，为他寻找有缘人。都别走啊！这可是武侯一生的心血呀！哎，小兄弟，还干嘛？我不买啊！哎呀，不是，我看你印堂发，是额有通天骨，眼中有灵光，乃是仙人下凡，神仙转世啊！大爷，这词儿我都会背了。我是真没钱，你找别人要吧。罢了，宝物蒙尘，我心何忍呢？今日分文不取，送你一场造化。哎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这好像真是老大。嘿，瑶瑶正在研究古书科目，我把这个送给她，当生日礼物，她应该会喜欢的吧？嘿，哎，瑶瑶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看，我刚在古玩街。秦宇，我们分手吧。什么？瑶瑶和你说分手，你没听清楚？又去讨你那些没人要的破烂。方哥，和你明说了吧，你们2个不合适。你们分手吧。你也是这样觉得的吗？可瑶瑶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我真心？真心能当饭吃吗？啊，你知道这什么车吗？知道就。而你呢？打算送什么呀？哼，送你这本破书吗？啊！哼！瑶瑶，够了，秦宇，好聚好散吧。我跟你在一起3年，就因为我暂时没钱。没钱就没资格谈感情。瑶瑶，这什么情况？后生为何落泪啊？你是谁啊？吾名诸葛亮，字孔明。诸葛武侯。你我既有缘，今日赐你一场造化。天文地理，奇门遁甲，兵法谋略，医卜星象，这就是武侯传承。梦阳梦凤，你们眼中的破烂，却是我秦羽一飞冲天的开始。也不知道这大爷还摆不摆摊啊？想感谢他一下，都找不到人。哎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上好的梨花木做的罗盘，都来看一看。好东西、啊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哎，老板，买罗盘啊？怎么卖啊？1万一个，我这可是上好的梨花木的。哎，老板，松木罗盘1万一个，行家是吧？可以便宜点，价格好说嘛。说个价吧。2000。老板，我是看你这个罗盘雕刻细致，才多看几眼。算了吧，我可不想当冤大头。意见怎么样？这还差不多。
哎，这个顺便送我可以吧？老板，你看这罗盘，我都盘包浆了。我跟他的感情，哎，得加钱。加多少？哇，难道他也知道这是个宝贝500。 500就500吧。得嘞，怎么付？您是扫码还是现金？扫码。那个，支不支持花呗啊？啊？来，好啊，得嘞。您的罗盘。等一下，大美女，你叫我啊？这位小哥，打扰你了。你刚刚买的这块罗盘，我看着有点眼熟，不知能否借观一下？原来是为了罗盘。想看哪一个？这块。果然是法器。这位小哥，这块罗盘我想出价1万，不知能否卖给我？1万？不好意思，这罗盘我还挺喜欢的，暂时不打算出手。2万。2万？要是以前，可能1万我都忍不住卖了。不过现在有了诸葛传承，这个罗盘的用处可就大了。再多我也不会卖。小子，做人不要太贪心啊！500换2万还不满足？贺先生喜欢才给你这个价，要不然谁会花2万买一个破木盘子呀？闭嘴！我5万。我错过了什么呀？我说不卖就不卖，而且5万就想买法器，痴心妄想。请慢。怎么强买不成？改成明抢了？小哥说笑了，只是我对这罗盘甚是喜欢，希望能跟小哥结个善缘。若我说不呢？那就莫怪老夫心狠了。雕虫小技，散开！也是玄师，心死阿萨之辈，也配自称玄师？够了！贺先生，别忘了我们此行的目的。事成之前，切莫节外生枝。是大小姐，是老夫冲动了。只是刚才那件法器，像是我们正在寻找的风水师至宝寻龙盘。若是有它的加持，我们此行的成功率会高很多。什么？老板，抱元归一，破妄，还原。这是寻龙盘，风水师梦寐以求的寻龙盘，居然被我花了500块就拿下了。精神力耗尽了吗？没想到施展一个基础的变气法诀，就耗干了我的精神力。看来还是太弱了，要好好修炼一下精神力才行。考古专业，刚刚被女朋友甩，在老家跟道士学过3年风水，
难怪能够认出法器。继续监视他的一举一动，随时汇报给我。是，大小姐。抱歉，为了救爷爷，这法器我必须要。这几天按照诸葛内经里的修炼之法，内调外练，感觉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好了不少，这力气也大得多，打我之前3、5个，哼，不成问题。阿龙，我马上到。戒律阵，哎，千羽这边，怎么回事？你也看到了，以前的这个时候，我的酒吧最差也有7、8桌客人，可是最近1个星期像是着了魔一样，竟然1个人也没有。你之前不是跟着山上老道士学过一段时间风水吗？我寻思问问你，有没有认识的风水师，请来帮我看一看。我就是风水师啊！别闹，你那3两下我还不知道吗？以前确实只会那3两下，但是自从获得了诸葛传承，我一个小小的借运阵，那还不是手到擒来？行不行？试试不就知道了？行吧，你试试看，反正再差也就这个样子了，要怎么弄？吃这么多也不怕吃撑了。哈喽，啊，你去找人打造一面菱形的镜子，要那种可以强烈反光的，就摆在大门口，对面那个招牌。凯旋酒吧，你是说是他们搞的鬼？就按我说的去做，是不是很快就知道了？好的。商业竞争，用这么恶毒的手段，哼，那就不要怪我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尽快想办法的。已经找了大半个月了，还是没有丝毫的下文。龙脉到底在哪？贺先生说，金鱼手中的龙痕可能就是寻龙脉，是寻找龙脉的关键。可是他又不愿意卖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试试。秦羽现在在哪儿？回大小姐，黑森林酒吧。酒吧？掉头，去黑森林酒吧。是。都按你说的做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接下来就交给我吧。这是什么？寻龙盘，有寻气聚气、驱邪挡煞功效的法器。最重要的是，它还能寻找龙脉。你别说，你现在有几分甄大师的模样了。不信是吧？那你看好了，寻龙盘起，丈十方万物，换八方天地，赤令有灵，祥光速来！我靠！收！这儿营业不？营业？怎么不营业？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去接客呀！哎，是这边请。哎，秦羽，走。哎，来。秦羽啊，没想到你是真的有本事啊！竟然真的让我的酒吧起死回生了。还没结束呢。杏仁呐，你要干嘛？想干嘛？我酒吧的招牌都被您给毁了。你说我想干嘛？你放屁！你哪届级看到我砸你招牌了？证据呢？证据？
干什么冲我要证据？嘿嘿，我幸任的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说话做事不需要证据。你，凯旋酒吧的老板是吧？大家开门营业，正常的商业竞争无可厚非，但你的手段会不会脏了点？你小子就是阿龙找来破我风水局的人。没错，不错不错，没想到你个毛头小子也敢干预我任远鹏的事情啊！还愣着干嘛？给我把他手卸了！小姐，要去帮忙吗？不急，再看看。陈少，陈少，秦宇，你快走，这里有拖着。哎，我是玄师，就凭他们几个敢动我呀？看看，他说他是玄师。哼，别墨迹，给我把手剁了！四线轮转，八门速空。这不可能！不错不错，不愧是玄师。陈少，这怎么把您给惊动来了？我不来，难道看着你把我的酒吧干倒闭吗？是小的无能。凯旋酒吧的老板，竟然是他！他是谁啊？江氏顶级家族陈家的大公子陈武。传言是真的，这凯旋酒吧背后的老板竟然真的是陈武！完了完了，陈家这江氏只手遮天，我们怎么斗啊？景宇，我知道你，我不仅知道你，我还知道你有我想要的东西。我手里寻龙盘，他怎么会知道我手里有寻龙盘？难道是和之前抢寻龙盘的那些家伙是一伙的？看来你已经知道我想要什么。既然如此，交出来吧。我凭什么交给你？凭什么？就凭我姓陈，而江氏也姓陈，在江氏就没有我得不到的东西。不过是个靠家族权力耀武扬威的废物罢了。牙尖嘴利可没有用，想要身怀利器，就得有那个能力才行。刘大师，看你了。陈家供奉四品玄师刘明阳，请赐教。四品玄师是什么？四品玄师都不知道，看来你是一个无知的小辈，仗着会些玄术蒙骗普通人罢了。今日我就让你长长见识。羽尽化剑，万刃归一。就这点本事啊？那我让你瞧瞧我的！受死！受死！哎！天地无极乾坤界法，五雷轰顶。雷法？这不可能！这个毛头小子怎么会雷法？这怎么可能？现在的精神力施展雷法还是太勉强了，幸好他被术法反噬昏迷了，不然就麻烦了。我去，秦宇，你太厉害了吧！哎，姓陈的，你带来这个人也不怎么样，用不用我帮你叫救护车啊？小子，我承认你的玄术是有点厉害，但是你别忘了，这里是江氏，给我上！上！嘿嘿，得罪我们陈少，就算这是玄师也白扯。精神力已经不足以支撑我再次施展术法，该怎么办？这件事因我而起，有种冲我来！阿龙，你哼，冲你来？行啊，去把他手给我卸了，上！上！
给我剁了他！你们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！哼，想救他也行，把我要的东西给我，我饶他一命。不行，你不是说这是？既然真的是寻龙盘，有了它，我陈家就会更进一步了。到时候，整个江氏都是我们陈家的。等一下，是他。秦先生，我帮你解决麻烦，你手上这东西归我，如何？哼，哪来的臭丫头敢在这儿大放厥词？闭嘴！陈少，莫小姐，不知道您来有失远迎。秦先生，我的提议如何？贱人，竟敢如此不给我面子！你知道我姓秦，调查我呀？没错，这件东西对我有大用，此举也是出于无奈，希望秦先生见谅。我记得我说过，这东西我不卖。我可以不要你手里的东西，但我有笔生意，想和秦先生谈谈。谈谈，好啊，让他们先把我朋友放了。陈武，放。请。莫小姐，这样是不是太霸道了？陈少，这娘们不是这莫小姐她啥来路？滚！好着一个将死之人苟延残喘的家族，看你能嚣张多久！等王少的计划成功，老子一定要将你踩在脚下，狠狠践踏！各位，还愣着干嘛？是想留在这里喝酒吗？哼！这女人看起来和陈武不是一伙的，那陈武怎么会知道我有寻龙盘？秦先生看样子有很多疑惑。没错，不过我最大的疑惑就是，你到底要和我聊什么生意？一笔让秦先生稳赚不赔的生意。秦兄弟来了，之前见宝欣喜没忍住，冲撞了秦兄弟，还望秦兄弟莫要介意。这人面相不对劲啊。理解。莫小姐找来我，到底所谓何事？贺平，你说吧。秦兄弟可曾听过龙涎叶？龙涎叶？秦兄弟果然受高人传承，竟然也知道龙涎叶啊！我之前在山上道观的时候，听师傅曾经讲起过，不过当时年纪太小了，记得不太清楚。反正那老道士已经死了，想求证也找不到了。龙涎叶只在龙脉之地才能孕育出那么几滴，一般都在龙口之处，故被称作为龙涎叶。根据《诸葛内经》记载，龙涎叶在天地奇物中排名前10，具有治百病、延年益寿的功效。原来这才是他们的目的。所以，你们是想借寻龙盘？这件法器真的是寻龙盘？连他们都不确定是寻龙盘，不过也没有必要隐瞒了。正是。秦兄弟，能否一观？不就是一破罗盘吗？我靠！哦，寻龙盘真的是寻龙盘，小子，此件事了他就是我的了。至于你，就永远消失吧。秦先生，
此行若是成功，我给你1000万的酬劳，如何？真不愧是大家族，张口就是1000万。这要是放以前，我一辈子都不敢奢望。我会尽力的。秦兄弟，看看方位对不对？庚金象山，没有错。不错，前方山脉起落开合，的确有真龙之形。这么说，我们要找到龙脉了？哪有那么容易？还得实地考察才行。不是，我们都累个半死了，你不累啊？少玩手机，多锻炼。你还教训起我来了？别打扰秦先生。我好，秦先生，开始吧。要是没有，看我给我骂死你！寻龙千万看缠山，远看缠山近看关。关门若有阴阳剑，定有真龙随后现。出！啊！不是，真有龙啊！我看到了，姐，龙口就在那儿。走走走，走走！哎，等等我呀！就是这儿。姐，贺先生说的地方就是这里。啊，姐，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？我太累了，赶紧走吧，找到龙涎叶，赶紧回去。哎，你刚刚跟我姐在后面干啥呢？我姐的脸怎么这么红？爬山脸红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哼，我姐从小就练跆拳道，体质比普通人好太多了，怎么可能爬个山脸就红成这样？只有和和什么？不能说，说了我姐会打死我的。哎，赶紧走啊！你神秘兮兮的。哼！龙气入体，精神力仿佛变质升华了一般，对周围灵气感知也变强了。姐，你今天怎么回事啊？一整天都心不在焉的，走个路还能把脚崴了。太黑了，没注意。怎么了？莫小姐脚崴了，不过我们此行的目的找到了。找到了，我终于找到了。龙涎叶，爷爷有救了。这和普通的钟乳石也没什么区别啊。看着是没什么区别，但这里是龙脉的龙首，龙气最为浓郁之地，所以这儿的钟乳石凝聚而成的液体是蕴含了最为丰富的天地灵气。哦，我说的没错吧，贺大师？秦兄弟所言极是。那你们收集龙涎叶，我随便镇镇。反正你也跑不掉，先对付他们几爹俩，再收拾你。来。这千百年的积累，竟然制成的武笛，不愧是天才地宝啊！快拿我看！哎，莫少爷别急，怎么了？这不都装完了吗？装是装完了，不过接下来该商量一下如何分配。你，不平，2000万佣金我已经给你了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当然是钱和宝物，我都要。你
竟敢毁约，给我拿下他！好啊，你连我的保镖都策反。这就是玄师的魅力呀！你只能给他们钱，而我可以给他们更多的寿命。你们两个别伤着莫小姐。至于莫少爷，来了吧？我上。大小姐，少爷，对不住了。你是不是把我忘了？原来你刚刚没跑啊，刚好省得我再去找你。找我？啊，是想要这个？没错，快把玄龙盘给我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我呢，刚好有一个问题，我获得寻龙盘的消息只有你们知道，为何那陈武也知道呢？告诉你也无妨，当然是我告诉他的。是你？你居然是王天成的人？呀，不愧是墨家大小姐呀，果然聪明，单从这点线索就能猜出王天成是谁？京城四大家族王家大少爷，也是莫小姐的未婚夫。未婚夫？你放屁！我姐才不会嫁给那个人渣！哎呀，未婚夫找人谋害未婚妻啊！贵圈真乱。行了，现在把寻龙盘给我，你自己走，我饶你一命。抱歉，秦先生，连累你了。你先走，我能拖住。怎么，想来账啊？我就傻姐，他要是走了，我们两个怎么对付他们三个呀？现在3对3，秦羽还是玄师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玄师，他不过是借助寻龙盘找到龙脉罢了，也配自称玄师啊！四象轮转，八门锁空，刃！粗鄙不堪的术法，给我破！他精神力不足，今日已没法施展术法，给我上！粗鄙不堪，那你试试这个。那你试试这个。震血！行八卦阵什么时候布置的？就刚刚布置的。不可能！这个级别的阵法，就算是6品玄师，也至少需要3天的时间才能布置出来。一个不入品的小辈，怎么可能布置出来？爱信不信。面上无肉，心绞毒；鼻有3弯，心必坚。果然是大奸之相。我的面相是师傅亲手遮掩，他怎么可能看得出来？莫小姐，这个人就交给您处置了。和平，我自认为待你不薄，可你居然是王天成那个伪君子的人，那我就留你不得了。小子，别得意的太早，你要知道你得罪的人是谁呀！下次再见。哎，这老家伙跑哪儿去了？还挺谨慎，竟然提前准备了传送法阵。莫小姐，任务完成。秦先生，谢谢你。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这俩人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？其实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那个，你能跟我回家吗？啊？莫小姐，那个非去不可吗？你也知道，这龙涎叶是难得的天才地宝，寻常的医师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更别提使用了。原本这件事情是贺平负责，可是没想到他竟是王天成安插的内奸。好吧，那个王天成，哼，他们王家10年前只是京城的2流家族，但他们的老家主和我爷爷是老战友，
靠着这层关系，才在短短10年之内一跃成为京城4大家族。只是没想到，这个王家得势之后，野心逐渐膨胀，竟然想吞并我们墨家。而我父亲，为了保住墨家地位，一个偌大的家族就要靠牺牲自己女儿来保全自己，真是悲哀。怎么样，我家还不错吧？背靠青山，面朝绿水，藏风纳气。上级，那是，这可是萧玄萧大师亲自布置的。萧玄很厉害吗？废话，萧玄萧大师可是当时唯一一位8品玄师玄学会会长，你说他厉不厉害？他这么厉害，你们怎么不找他帮忙？秦先生有所不知，萧玄萧大师现如今已经80高龄，除了玄学会的一些活动会露面，其余时间都在家休养。玄学会是玄师成立的组织？玄学会历史悠久，几乎吸引了各地的玄师加入。虽然不是官方成立的组织，但其权威性毋庸置疑。秦先生若是感兴趣，我可以帮你举荐。还是先解决眼下的事吧。秦先生，请。你就是骗了我女儿的玄师啊？爸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，他比贺平厉害？爸，你不提那个老杂毛还好，我跟你说，他放肆！贺平可是协会理事，岂能你来侮辱？爸，那贺平是王家的人，他在龙脉洞穴想夺龙涎叶，还想杀了小星。要不是秦先生出手相助，小星已经死了。什么？西西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我有必要用这种事情骗你们吗？那家伙竟然是王家派来的，这么多年竟然没有察觉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照这么说，这小子得罪死他了。不愧是能做出卖女儿这种事的人，自己儿子都快被人杀了，竟然还在担心被报复。秦先生救了我和小新，也是我请来救爷爷的，请你态度放尊重一点。我不同意，爷爷是我们墨家最后的支柱，他的身体容不得半点闪失，不可能交给这个来历不明的毛头小子。莫小姐，看来你们墨家并不欢迎我，那我还是……秦先生，爷爷昏迷前曾说过，墨家的一切事务由我做主，我的决定不需要经过你同意。秦先生，我们走。你这个逆女，逆女！秦先生，拜托了。住手！你又想干什么？莫侄女，何事如此生气？全母，你这是……你父亲说，你带了一位玄师给老爷子看病，想必就是这位小兄弟。这是季全，季大师，也是玄学会理事之一。他是从小看着我和阿星长大的。季大师啊，不敢当。小兄弟能够在龙脉之地布阵，救了我的侄儿和侄女，季某是感激不尽。只不过这玄学五脉，山医命相卜，各有所长，不知小兄弟属于哪一脉？诸葛内经中天文地理奇闻遁甲兵法谋略医卜星象都包含了，我怎么知道我属于哪一脉啊？季大师，我什么都会一点。小兄弟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吗？玄师五脉，除了玄学会的几位理事，我还没听说过谁能掌握2脉以上。你真的是大言不惭呢，你啊！就没有人全部掌握吗？历史上全部掌握的倒确实有，像国师袁天罡、武侯诸葛亮、大玄师刘伯温，他们都是历史上玄学集大成者。你觉得你可以跟他们比肩吗？都得了诸葛传承，完全学会，不过是时间的问题。多说无益，我只知道玄师当身怀大义，无论如何都要尽力一试。你敢！闭嘴！此人好高深的术法，施法之前竟不用念绝句气。这下安静多了，去给我准备一套银针。好。以气御针，这以气御针有什么说法吗？以气御针，顾名思义，
就是以真气催动银针进行施针，这是要求施针者真气充沛，并且对人体的各个穴位都了如指掌，放眼华夏，能够以气御针者，不过一手之数吧。我靠，小雨这么牛逼的吗？原来还这么厉害。龙涎叶，爷爷，这是老爷子卧床多日，这体内虚不受补，只是体内的淤血被逼出来了。没错，之前观摩萧神医治病救人，确有此法。萧神医，萧玄是医术一脉？非也，萧玄作为8品大宗师，医脉只能算是第2，他最强的而是相脉。季大师，玄师品级是如何评的？你不知道？诸葛内经中并没有记录品级，我怎么会知道？还请季大师解惑。唉，真没想到他居然什么都……真不知道你是如何修炼。玄师分9品，1品9重天，前3入门，可基础看相看风水；中品可登堂入室，可布置简单阵法，施展简易玄学。至于后3品，法术凝实，阵法布局，信手拈来。能够达到这一境界的，就是世人都无不尊称为大宗师。这么说来，那个贺平应该属于第3品。然后呢？没了。你知不知道，就连现如今玄学第1人萧玄，也不过才是8品。不过传闻当中能够达到9品之上，确实还有一种超脱所有人的境界，世人皆称之为超品。超品，武豪生前的境界肯定早是超品了。那我要是把他的传承全部吸收，那我岂不就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品了？啊！我一定要将诸葛内经修炼至大成，将武侯的传承延续下去。秦先生，那个，我爷爷的身体已经好转了，医生说很快就能醒来。谢谢。哎，不用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嘛。哦，对，这2000万是给你的报酬。不，2000万？我们不是说好1000万的吗？1000万是你帮我找龙涎叶的，另1000万是你救治我爷爷的。是，行吧，谢了，莫小姐。秦先生不用客气。要是秦先生不介意的话，也可以叫我永新。啊，好，永新。那你也不要叫我秦先生，叫我名字吧。那既然事情已经结束了，我也该离开了。等一下，那个全博说过几天玄学会会有一场交流会，想邀请你参加。哦，好啊，我对那个玄学会也挺好奇的。钱老弟啊，你可真有2把刷子，老爷子的身体竟然真的慢慢恢复了。走，咱们喝茶去，我要向你好好请教。哎，不敢，我呢正好想咨询一下玄学会的事，咱俩相互交流。哎，好。哎，秦先生，这个玄学会有这么吸引人吗？姐，你在这嘀咕啥呢？哦，没什么。对了，让你查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？哦，查到了一点，那个老家伙很可能去参加玄学交流会。贺平，死期到了。齐老弟，这份表格你拿回去填一下，到时候拿来我帮你去提交。季大师，这交流会
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嗨，以后别叫我季大师，咱们都是玄学会的会员，还是以兄弟相称吧。这交流会其实就是给我们玄学会的会员提供行内一次交流的机会。风水一道高深繁复，一起交流沟通，总比你一个人方便得多。风水相术博大精深，包囊诸多学科，涉猎之广，堪称整个行业之最。仅凭闭门造车，实在是很难提升造诣。而且，这交流大会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前来，这每次交流会都会准备一件法器，作为交流会拔得头筹的奖励。哦，而这一次的交流会，咱们会长可真是下了大本钱呢。哎，季老哥，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？具体是何物倒是不知道，只知道此物跟武侯有关。诸葛武侯？无论真假，这个交流会我一定要去参加。哎呀，哥，你看什么呢？这么高兴？哎，玄学交流会的邀请函。玄学交流会？你又不是玄师，邀请你干什么？邀请？这不是他们给我发的，而是你哥我费尽心思找关系求来的。啊？瑶瑶，你还年轻，有很多事儿你不懂。这张邀请函在豪门圈子里，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场玄学交流会上的玄师，随便认识一个都有可能带我们孟家更上一步。要是能够结识玄学会理事，我们孟家早晚跻身京师一流家族。哥，我也要参加。你参加干嘛？哎呀，哥，人家天天在公司学习，头都学大了，想出去逛逛嘛。还有，你刚才不是说能参加交流会的玄师都很厉害吗？万一我能认识其中一个，不是能帮助咱们家？啊？好吧，有邀请函的可以带一个人，到时候哥带你去。谢谢哥。明。这几天修炼，精神力增长的速度非常快啊，应该是龙气洗礼的效果。现在的实力应该有个7品了吧？齐老弟，季老哥，是交流会要开始了吗？没错。怎么样？准备好了，咱们就可以出发了。走吧。这里挺阔啊！这后面是嘉宾坐的，前面是参加交流会的会员坐的，咱们的位置在那边。哎，秦宇，喏，我姐在那儿。怎么样，我姐漂亮吧？哎，不过你没机会了。喜欢我姐的男人，能从京师排到魔都，不过能让我姐看上的，真是一个都没有。秦宇，你来了。那我就和季老哥先入座了。好。哇，哥，这里好多人啊！哇，哥，这也太多人了吧！孟瑶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秦老弟，怎么了？没事。你看，季老师啊，这位小兄弟也是玄师。没错，秦老弟是前2天刚刚加入我们玄学会的。小辈秦宇，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。好说好说，年纪轻轻就通过了审核，加入了玄学会，这将要前途无量啊！
邓老头，你就别在这里倚老卖老了。哎呀，这秦老弟虽然年少，但是在玄学上面的造诣可不低啊。哦，秦小友，你现在有几品啊？现在应该有。你看谁来了？这是？哎呀，这不是萧大师吗？这个。哎呀，萧大师来了。萧大师，多年不见。这几年不见，萧大师风采更胜往昔，看来修为又精进了。请。秋生呢？这么多同行都到了，他这个做会长的怎么没来啊？林会长，他去接其他几位同事的同行了，应该马上就到。哼，这就是萧大师啊！他难道不是玄学会的会长吗？萧大师他脾气不太好，就是因为之前竞争会长的时候输给了林会长。哦。林会长，贺平，这人怎么给我一种阴森之感？感谢各位同行来参加今天的玄学交流会，玄门论道，共探天机。希望各位八仙过海，刚才在中间讲话的是林秋生林会长，他左侧是萧大师，刚才你已经知道了。这右边呢是副会长庞光。庞光，嘘，他最讨厌别人讨论他的名字。真不知道这是怎么想出来的这么个名字。庞光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玄学会的老项目夺魁。今天的夺魁呢，共分3关。第一关就在各位手里的画册举，画册里有30组阴宅风水图，你们有1个小时啊，选出自己认为风水最好的一张，选出排名第1的会获得5分，排名第2的获得3分，排名第3的获得1分。只有在第一关取得分数的人才有资格进入第2关。各位准备好了吗？计时开始。风水师的比试还能这样？哼，这也叫阴宅风水图？谁家好人把墓地建在悬崖上了？这是矮个子里挑高人，再高也高不到哪去。3水交合格局倒还算不错，不过比之前那个易祖峰想必稍差。难道那个易祖峰就是最稳定？大家的选择都统计出来了，那么由萧老给大家宣布一下你们的成绩。老夫当初选这些学位，就是想考考各位，只是不曾想，竟然一半之数连前3都没发现。这第3处家穴是18号，被称为3水交合穴。这一章嘛，难度不高，直接跳过。参加个交流会还得被批评，难怪你受不到大家支持。第2处家穴是25号。这不对吧？我记得很清楚，25号是孤峰啊！这孤峰不葬人，葬人祸及后，这25号算是家穴吗？世上没有绝对的事，风水这一行更是如此。这孤峰虽然不葬人，但你们有没有看到山脚下的芦苇地呢？啊，我知道了，这是一撮峰。没错，孤峰不葬人，葬必害人不假。但是大家别忘了，这句话还有后半句，叫做孤峰不葬人，葬必疯。
大家如果仔细看第28号图，就会发现芦苇地正好处在山峰的凹处，迎风面呢又有一个半椭圆形的山坡，整体看上去就像是风吹头发一样，这就叫做一左峰。多谢林会长解惑。得罪人的事让萧大师去做，自己最后出来为众人解惑。哼，这林会长果然精明。选中一左峰的有15位，但是选排名第1的只有3位。师兄，只有3位选手，你有把握吗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瑶瑶，接下这3位就是风水界的翘楚，你可要看清楚，能结识就结识，结识不了也千万不可得罪。选择第1家学的是，樊木、秋月、秦羽。哥，你该不会以为是我那前男友秦羽吧？多半是重名了，他哪有那本事？也是，那个废物，整天就知道在古玩界里捡漏，怎么可能会是玄师呢？就是。刚才念到名字的3位同行，请站起来，让大家都认识认识。这3位里有2位我们都不认识。第1位，秋月，不错啊，不愧是广省玄学会理事，继续努力。多谢林会长。第2位是樊木，是贵省玄学会员，加油！这人谁呀？也太无礼了吧！穿着黑袍做什么生意？还有1位，站起来让大家认识认识。哈哈，最后1位竟然这么年轻，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！秦羽，2天前加入京都玄学会，你可是我们玄学会最年轻的会员啊！转过身去，让大家好好认识认识。哎，哥，他好像是年轻人哎。没错，而且刚加入玄学会的，声名不显，这次要抓住机会结识一下。怎么是他？这不可能！哥，他好像对我笑了。好像是的。我就知道他是舍不得我的。秦羽啊，你既然是京都玄学会的会员，也算是半个东道主了，你就来解释解释，为什么选26号图？那我就献丑了。这第26幅图上的地方，位于村庄之内的空地，丘陵的角尾又无水流，所以我第一眼看也只认为是个普通不过的地方。但是各位，如果你们用红线标出这个空地高低分界处，就会发现恰巧组成了一个图像。这好像是一头匍匐在地的牛。哎，还真是啊。请问这蜗牛有何特殊之处啊？秦师傅啊，天下之木，过不过久，武尊为首，苍点为末。是我孤陋寡闻，你这卧牛地算几等呢？哎，卧牛地是什么风水宝地？还真是没听说过。《晋书·周访传》中记载，陶侃早年丧母时，家中丢弃了一头牛，寓意老人指点葬地为牛眠地，葬于此，后人可位极人臣。陶侃依此安葬母亲，后来官至侍中、太尉，受封长沙郡公，成为了东晋名臣。各位，这便是牛眠之地的由来。如各位没有读过，那还有嘉诚以补牛眠地，平立泰山代为寺，这句也可佐证牛眠之地是难得的
风水佳地。说得好，既然知道牛眠之地，不错，真的是不错。姐，你说秦羽能不能拿下这次交流会的魁首？我觉得很有可能。你对他这么有信心，你平时对他可不是这个态度。这家伙是个怪胎，不能以常人的标准来看他。金鳞岂是池中物，一遇风云便化龙。第一关的结果已经统计出来了，总共有11位闯关成功。今天的交流会到此结束，明天继续进行第2关的角逐。齐兄弟，今天你可是在同行面前出尽了风头啊！季老哥可别笑话我，我就是恰巧认识这副蜗牛图罢了，实在侥幸，哪能和这么多前辈比啊？我很期待明天能够给我带来更多的惊喜。我不跟你说了，还有很多外省的同行等我去安排。一个玄师被太多的世俗事物缠住，哪还有什么精力钻研玄学一道？不同的人选择不同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顶尖大师的。有时候认清自己，找到适合自己的路，未免不是一种大智慧。也是。贺平呢？那家伙看着人群混着就跑了。要不是顾及人多影响不好，老子非得开上我的法拉利，我撞死他！不急，交流会还有2场，我相信他们一定还会再来的。他应该是为了这次比赛的奖励而来，定然不会轻易放弃。今天这里人多眼杂，只能再另寻良机了。走吧，吃饭去。他既然敢来，就绝不可能再把他放跑了。走。秦大师，恭喜你拿下开门红啊！可以请您吃个饭吗？这是鄙人的名片，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啊。秦大师，您住哪里？要不我开车送您吧。那个，多谢2位的好意。吃饭就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金羽，金羽，好巧啊！瑶瑶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他怎么直接走了呀？我哪知道呀？他以前从来不会这样对我的。孟总，你们认识秦大师？哦，没错，我妹妹和秦羽正在谈恋爱来着。那可是刚才秦大师为何突然走了？哦，我和秦羽确实是男女朋友，我们从大学就在一起，到现在都2、3年了。只不过最近在冷战，所以……哎呀，你呀你！虽然秦羽平时对你很好，什么话都听你的，但是你也不能仗着他爱你就为所欲为啊！以后对人家温柔一点，听到了没有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哎呦，那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还望孟大小姐不要见怪。以后啊，还请多多关照。是啊是啊，孟总、孟小姐，可否赏脸一起吃个饭呢？我坐副驾。怎么？你就这么不想跟我坐一起啊？愣着干嘛呀？上车！刚才那位是孟瑶啊？你怎么会突然对这种八卦感兴趣啊？这一点都不像莫大小姐的作风啊！这种事情每个人都会好奇吧？你对我的事情好奇吗？
让你查那个黑袍人，查得如何了？姐，那个人很可能和黑玄道人有关。黑玄道人是谁啊？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过他的传闻了。那时候玄学会做主的还是萧大师，据说他也曾是玄学会中的一员。后因和萧大师理念不合，二人产生冲突之后，便脱离了玄学会，至今下落不明。和萧大师起冲突，那也就是说两个人实力相当。他们二人是玄学界最为顶尖的存在，还被世人尊称为黑白玄尊。黑白玄尊，师兄，今天同样获得第一的那个秦羽，就是在铜拔山破坏王少计划之人。哦，难怪连你都对付不了他。此子确实有些门道。是师弟学艺不精，不过他之前只展露出阵法一道，没想到竟然连风水也……师兄，您看要不要请师尊出山？毛头小子罢了，没必要惊动师尊他老人家。纵使他的造诣再高，终究只会沦为我的养分罢了。我是看那个萧玄好像对他青睐有加。萧玄，到时候自会有人对付他。走吧。你待在车上。你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？你陪我走走吧。他什么意思啊？有毛病吧你！秦玉，你知道吗？自从我爷爷病重之后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在外面走过了。以前，来，继续啊！我也曾经像他一样无忧无虑。自从我爷爷病倒之后，我就不得不担起墨家的重任。有时候真希望我也只是普通人家的女孩。多少人心里向往着锦衣玉食的生活，真当你每天为了柴米油盐奔波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，当一个升斗小民也很累的。秦玉，其实我曾经在菩萨面前立过誓，只要有人能治好爷爷的病，我就……哥哥，给这位姐姐买束花吧。小妹妹，这位姐姐不是哥哥女朋友，不能乱说话啊！妈妈说了，不是女朋友，送了花之后也会变成女朋友的。这样啊，小妹妹，你把花篮给姐姐，然后找这个哥哥要钱。什么情况？感情我成提款机了。来，这是100，你拿着，不用找给哥哥，多出来的钱去给你买汤吃。哥哥，这个花篮要200块。玫瑰花什么时候卖这么贵啊？玫瑰花8块钱一支，那里有20多支，还有那个花篮也要30块。给你。谢谢哥哥，哥哥一定可以追上那个漂亮姐姐的。今天怎么哪儿都不对劲？秦羽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收到花。那不是你不收吗？你要收的话，每天收到的花都够开一个花店了。
你不懂。哦，好，你们女生的心思的确挺难懂。哎，对了，你刚才说谁要是治好你爷爷，你就什么来着？你会知道的。你明天还有交流会，你赶紧回去休息吧。啊？莫名其妙。不过，她笑起来真美。各位同仁，众所周知，我们风水师不但要会看阴宅，更要会看阳宅，所以今天第2轮的比试就是各位桌子上放着的3个阳宅案例啊。补充一点，这3处阳宅案例都是前几年的，所以啊，对于阳宅论断的正确性，你们可以放心，已经是经过了检验的。想的倒是还算周到。风水一行，门派不亚于诸子百家，每一派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。要是没有经过验证，恐怕难以让所有人信服。计时1个小时，开始吧。哦，已经开始了。那快点。嗯，那俩货又来了。那边，走。不必理会。哎，哥，你说秦宇怎么没反应啊？上一轮他该不会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吧？应该不会吧？他上次说什么牛啊、地啊，虽然我听不懂，但是我看大家的反应，应该是有2把刷子的。昨天咱们主动与他打招呼，他居然不搭理，除非他今天还拿第1名，否则我是不会搭理他的。哟，这不是孟总和孟小姐吗？真是巧啊！哟，是胡总啊！还以为2位今日不会来了呢。哎呀，这不是我妹妹非要拉着我来看晴雨吗？这孟小姐和秦先生的感情真是好啊。那是，毕竟是我男朋友，我来给他加油打气也是应该的嘛。哎呀，不知孟先生今晚是否有空？我想请2位吃个便饭。下次有时间的话再说吧。哦，是，那就等孟先生什么时候有空，咱们再说。好，好，坐。大家的成绩已经统计完毕，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，在第2轮比试当中，获得5分的只有1位。竟然只有1位？这第1轮拿到5积分的，不还有3位吗？5分只有1人，有把握吗？前2个案例没有问题，至于第3个，不好说。既然获得5分的只有1位，那我直接就宣布第1名了。第1名获得者，他就是第1名获得者，他就是秦宇。姐，秦宇这家伙真的要在风水界扬名了。秦宇，你总是能在关键的时刻带给我惊喜。姐，你脸怎么这么红啊？很热吗？好好看，别乱说。好。哥，秦宇又是第1名，不愧是我孟芳的妹夫啊！哎呀，哥，哎，一定要和孟家打好关系。秦宇啊，这第3个案例只有你完全判断正确，所以啊，你是今天获得5分的唯一一个选手。这第3个案例，也给大家讲讲吧。大家在看到这第3份阳宅案例的时候，是不是感觉很扯淡？这个完全不符合阳宅风水的设计，真的会有人住吗？说实话，我第一次看到这栋房子的时候，我心里想，这是不是国外的某位友人打算在我们国内修炼成木乃伊呢？李会长，这个比喻非常恰当。这第3个案例不就是
一个金字塔的造型吗？这个房子的主人把房子建成这样，是因为他五行绝金。我听说过五行缺金，这五行绝金是何病理？对呀，这我也没听说过呀。樊木，你交上来的答案也提到了五行绝金，你来讲讲吧。一般人从出生的时候，命里五行会有1、2行稍弱，特殊点的会缺一种，称五行缺一。我们可以通过办法来补救，不过还有一种极其罕见的命理，叫做五行绝一。五行绝一之人，终其一生也补不上那缺的这一行。挑衅我，樊师傅，这话有点绝对了。这五行绝一是很难补救，但不是毫无办法。笑，五行绝一已经在字面上就已经表明得很清楚了，五行就是5道门，另外的4道门已经被占满，怎么容得下第5道门？你怎么补救？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任何事情都会留有一线生机。你不知道补救方法，那不代表别人也不知道啊。那你说说，怎么个补救法？我为什么告诉你？不过呢，这既然已经是成功的案例了，就说明已经有人成功的将它补救了呀。是啊，林会长都说过了，这些案例是通过时间检验的，肯定是合格的。没错，林会长，可以告诉我们这是出自哪个大师手笔吗？我第一次看到这份阳宅资料的时候，我的震惊程度和各位不遑多让，因为他的署名是大山里人。这怎么可能？林会长，你确定那房主所说的高人是大山大师？这怎么可能呀？大山大师早在30年前已是100岁高龄，据说是在某深山的道观中颐养千年，怎么可能出现在世俗中？哎，这大山大师很有名啊，你连大山大师都不知道？你连大山大师都不知道？这大山大师可是金锁玉关一派近100年来当之无愧的第1人。金锁玉关，过路阴阳，你小子连金锁玉关都知道，怎么会不知道大山大师？我传承的是诸葛内经，武后再厉害，也不可能算出1000年后风水一脉的格局。就算是大山大师，也不可能改变五行绝一。樊木，大山大师解决了五行绝一的问题，那是秃头上的虱子，明摆着。五行绝一乃先天命理，后天根本无法更改。你既然说大山大师可以更改，那你就把他更改的方法讲出来给大家听听吧。一会儿我自然会解释的。该死，这个老死竟一点面子都不给我！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这栋房子里所有的家具都不靠墙？秦宇在纸上写了一个空字，而这个空字就是关键。大山大师利用空荡的布局，加上这个五行化空符，成功的化解了房主的命中五行。五行化空符，这大山大师至少是一位6品相师。五行化空符，传说中6品高阶相师才能画出来的符纸。要是大山大师的话，倒是好理解了，毕竟他老人家早已突破8品了。若不是年事已高，9品亦可充气。化去房主命里五行，这不是害人吗？化解五行，这是大山大师的第一步，而五行重组才是堪称逆天改命的大手笔。三雾朝拜阵，你还懂阵法？你还懂阵法啊？略懂。小子，你好谦虚呀！你管这个叫略懂？那说五行绝一无解的人，又叫什么？该死！笑啊！还能笑多久？这老头自己喜欢得罪人就算了，怎么还把我给拖进去了？没想到秦宇在阵法一脉上造诣如此之高，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啊！那这第3个案例，由你来讲讲吧。还是由林会长说吧。我其实看的也不是很准，有些都是蒙的，就是运气比较好罢了。好，那我来跟大家说一说。姐，秦宇这家伙搞什么名堂？这么好出风头的机会，为什么不要？跟爷爷一样，中规中矩的，没点朝气。你懂什么？这叫韬光养晦。什么韬光养晦啊？我看又是又当又……闭嘴！
秦大师，请问一下，这三物朝拜阵有什么作用？我有点没听懂。三物朝拜阵可以沟通天上五行星，引灵气入体，会入阵之人。这么神奇啊！不愧是大山大师啊！秦大师很厉害，好吧？我活了大半岁数都没听说过这三物朝拜阵，秦大师竟然知晓。秦羽，秦羽，恭喜你又拿第一了。你是谁？我们认识吗？你是谁？我们认识吗？秦羽，你又在和我妹妹开玩笑了。我都不认识你们，和你们开什么玩笑？这孟小姐不是说自己跟秦大师是情侣吗？怎么秦大师说不认识她？肯定是他主动贴脸秦大师吧？秦大师就算缺女朋友，身边还有莫大小姐，怎么可能会看上这个女人？秦羽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孟瑶跟你在一起3年，你现在装作不认识我了？哦，孟瑶啊，你刚才那个样子，一时间我都没认出来。哎呀，你看你又跟人家开这种玩笑。哎呀，我还是喜欢你在豪车旁满脸鄙夷的说我配不上你的样子，麻烦你恢复一下。青羽，我是孟芳，你大舅哥呀，没想到你现在这么厉害呢。之前是我有眼无珠，硬是逼着你跟瑶瑶分开，你要怪就怪我，可千万不要生瑶瑶的气。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！站住！孟小姐，还有事吗？秦羽，你还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不然也不可能我一喊你你就停下。孟小姐，请你自重。我之所以停下，是想告诉你，离我远点儿。要是再让我发现造谣或者坏我名声，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秦羽，你就算成为玄师又如何？你没势力没背景，我孟瑶是看得起你才喊你，你凭什么看不起我？凭我？啊？怎么，孟大小姐大庭广众之下纠缠我莫永新的男朋友，是想与我莫家为敌吗？什么？秦大师竟然是莫小姐的男朋友？我就说嘛，秦先生和莫大小姐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这怎么可能？假的，都是假的！你明明说过这辈子只爱我一个人的。当初秦羽一无所有的时候，你就离开；现在见他有所成就，就立马舔着个脸贴上来。孟小姐，不觉得好笑吗？不是这样的。孟先生，麻烦你看好自己的妹妹，不要再来纠缠我的男朋友，否则我不介意让孟家在整个京市彻底消失。我们走吧。让开！不是，够了，瑶瑶。哥，连你也……算了，瑶瑶，别忘了，那是莫有心。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哎呀，这莫大小姐那可是出了名的冰山美人呐！哎，多少的商业精英、世家才子都难破红颜一笑，没想到，竟然被秦大师捷足先登了。嘘，小声点！你难道不知道莫大小姐和王大少的关系？居然还敢在这里议论？莫非你是嫌自己活得太久了？哎呀，把这事给我，快走，快走，走！瑶瑶，既然得不到他，那还可以毁了他。老板，收到一份匿名快件。匿名快件？什么东西啊？去查清楚是谁寄的，目的是什么？是。想拿我王天成当刀子，那看看你有没有那个资格。那个，你刚才……帮你解围罢了。哦，这样，谢了。
不过以后还是不要这样了，容易让人误会。误会什么？这怎么了？你怕了？怕什么？我是担心这样会影响你的名声。在很多人眼中，我是墨家大小姐，是高高在上的墨氏总裁。不过，在那些世家眼中，我也只是墨家和王家联姻的筹码罢了。今天的事的确是我冲动了，你要是害怕的话，我不怕。不管别人怎么看你，你的生活应该由你自己决定。今天你帮了我，在你需要的时候，我一定尽全力，义无反顾地帮你。你能帮我什么呀？那可是王家、孟家那样的小角色，甚至连和他们对话的资格都没有。哎呦，我管他什么王家李家的，我就知道，我答应你的，一定能做到。好。灵气愈发凝实，可是怎么还是触摸不到8品的门槛？哎呀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喂，季大哥，晋升8品，需要炼化本命法器吗？这寻龙盘虽然是不可多得的法器，但是要成为我的法器还不够。交流会魁首的奖励跟武侯有关，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得到它。哎，我快到了，没看到你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怎么走路的？墨侄女啊！郑叔叔，哎呀，抱歉，墨侄女，刚刚叔叔在想事儿，没有看路。没事儿。郑叔，你也是来参加交流会的？我是来报名成为雇主的。啊，对，这位小兄弟是……我是来参加交流会的。哎呦，小兄弟，你也是玄师啊？那你认不认识秦羽秦大师？他怎么了？哎呀，我就是冲着秦大师来的。我听说这位秦大师的风水造诣之高，这是交流会上无人能及啊！我寻思着来这儿认识认识这位年轻的大师。郑胖子，问你啥呢？快！哎呀，好，马上就来。好，那我就先进去了。墨侄女，我们交流会结束之后再聊啊。这位叫秦羽的年轻大师啊，风水造诣在这玄学交流会上那是无人能及。你大家来的都挺早啊。这种同根同源的感觉，此物绝对和武侯有关。师兄，没错，就是这种让人心神悸动的感觉，一定是那个东西。可是秦羽那小子的前2轮已经获得了10分，恐怕一个刚出茅庐的傻小子，也敢跟我争法器，怕不是要断送自己的小命？此物自我们得到起就没有任何异动，为何今天又有异动了？难道和他有关？果然是为了这件法器来的，不过不好意思，只能让你们空手而归了。各位，咱们风水一行理论只是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实地勘验，测人吉凶。所以啊，今天第3轮的比试就是相术。秦大师是现在积分最高者，但是这最后1轮考相术，说不定啊还会有同分的情况。没错，邱大师、樊大师同是8分，但是可别忘了，相术是邱大师最拿手的领域。
相术。为了今天的这第3轮考核啊，我们玄学会特意请来了3位朋友，你们要做的就是给他们看相。3位，请上台吧。原来这就是他说的雇主。借问一下，大师，这位师傅也是位玄师吗？当然是，不然他怎么和我们看相？他是秦师傅。这么年轻，难道就是那位前2轮比赛夺得第1的选手秦大师？哟，你还听过秦师傅的名字呢？知道一点。怪不得墨尘女姐弟俩笑得这么古怪，这下丢人了。秦大师，你是看出来什么了吗？现在不好说。好。秦大师，我明白了。第3轮比试的结果已经出来了。哎呀，你们的成绩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啊！竟然有6位相师都得了5分，居然有6人得了5分，就是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秦大师。要是秦大师也得了5分，那魁首非他莫属啊！不过这样，就是咱们学不到新的东西了。这几天我和秦大师可学了不少好东西啊！现在我宣布，第3轮获得5分的选手，他们是周平、秋月、谢永安、环木、季全，以及本次玄学交流会的为首秦羽。好，太强大了！好。姐，秦羽这家伙果真拿了魁首，真厉害。有些人注定不会平凡，就像风水书中的那句话：“金鳞岂是池中物，一遇风云变化龙。”秦老弟啊，厉害呀！这自玄学会创立至今，3轮获得魁首都得第1的，你是第1位。不仅如此，秦师傅如此年纪夺得魁首也是史无前例。这，秦师傅简直就是玄师界的100年难得的天才啊！我不服，我不信他第3轮能得满分。是你们京师玄学会在搞鬼，你们怕自己的法器被别的城市夺了去，所以才安排这一出。这里人在搞什么鬼？胡搅蛮缠！大家的答案都是我们3人共同查看，怎么可能有假？不错，你的答案不会有假，我亲自看过。而且我虽是总部的副会长，但是我主管的是海城玄学会，我有什么理由帮秦羽？哼，谁不知道你庞光会长和林会长关系很好，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是不可能吧？你放屁！老庞，别多怒。你想怎么办？很简单，把秦羽的答案公布出来，让大家看看，是对是错，便一目了然。也只有你。是啊，说的有道理。好，那就拿出来给他们看。劳烦林会长念一下，给他们听听。这就是秦羽的答案。第1位，42岁，5口之家，丧父，有2子，年轻时出过车祸，跟我们调查的结果完全一致。还有2位呢？
第2位，36岁，6口之家，一儿一女。从面相看，近几年无大福大祸之变，不久前破了笔小财，这跟我们调查的结果也如出一辙。还有一位，这第3位，48岁，3口之家，有一子，其母20年前去世，其父3年前去世，患有心脏病。金宇，你来解释一下，你是如何看出来这个人有心脏病的？看相什么时候可以看出得什么病了？你不会，不代表别人不会。说得好，秦宇，没什么好解释，不就是看出他有心脏病吗？什么病种，并不在我们相术的考察之列，所以其他人能算出疾病，我们就给分。说得轻巧，总共6人得了满分，可偏偏就他能看出来那个人得了心脏病，这其中不是猫腻是什么？倒是有点道理。按理说，应该是看不出适合疾病才是。要我说，秦宇就是作弊。20几岁的小子，怎么可能玄学造诣这么高？话说的不能这么绝对吧？万一他还会医脉呢？笑话！在前3轮的比试中，他已经展露出了相脉和命脉造诣，而我知他山脉造诣不低，通晓3脉，已是万里挑一的天才。你说他还会医脉？这可能吗？有什么不可能的？诸位，他说他会4脉啊！有什么问题吗？小子，真是无知者无畏呀！你可知我龙国玄学修为最高者，8品大宗师萧大师，历经多少年才学会3脉？你这20出头就狂言会4脉，你怎么敢呢？萧大师他老人家所会3脉，亦有精通与否之分，倒是秦宇你这4脉，好像都挺精通啊。为了出风头作弊，果然是心思肮脏之辈。要是我说我会5脉，不得吓死你！林会长，劳烦把第3位看相之人再请上台，我让他们好好长长见识。请。拖延时间吧。秦大师，我相信你。想必各位师傅看出此人身患疾病，是从他的山根部位看出来的吧？没错，山根之间为恶运，主健康。先前我看此人身怀疾病的时候，便留了个心眼，直到我看到他后脑长着2个长相奇特的旋，我想到之前师傅跟我说的一句话：正反2层旋，祖先遭焚劫。请问您父亲的坟地西南方向有没有什么建筑？建筑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啊，还说人家坟前有建筑？哪儿来的狗叫？真聒噪！你就让他说，我看他一会儿还有什么能说的。那个电线杆算不算？算，怎么不算？回来水，梗去水，东南西南移，一树穿心去。正解。电线杆是不是在2年之前移到你父亲的坟边西南处？你怎么知道？秦师傅，你的魁首啊，当之无愧。我秋月活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邱大师怎么突然认可秦宇了？虽然俺们听不懂，但是肯定这又是新的玄学知识。正所谓
正反两层炫，祖先遭焚劫，正是如此。你仔细想想，你换命的日期和栽电线杆的日期，你就明白了。好，谢谢你啊，秦大师。性格纯良，忠善之辈，你该谢的是这些年来做的善事。好，秦羽，不错，没想到连这个你都能看出来。看来有些人也就没话说了吧。就算他通过后选看出这个男子的祖坟有问题，那也只能推测出来他有病。为什么他能看出他有心脏病？这个如何做解释？再跟你说吧，此人两耳垂有一道褶皱，这是明显心脏病患者的特征。再加上他的后旋，想必只要大胆一点，都可以推测出来。这也只是推测，你怎么敢确定？我什么时候确定了？大哥，我只是把我内心的判断写出来罢了，而事实证明我判断的没错，不是吗？谁知道那个男人是不是你们找的托？这已经不是胡搅蛮缠了，而是彻底不要脸皮了。就是啊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。滚！给我滚出去！走就走，我还不稀罕。贺平，你以为你走得掉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林会长，这就是你们京师玄学会的待客之道吗？莫大小姐，你什么意思？林会长，我莫家曾雇佣此人寻找药物，没想到却遭此人半路叛变，欲杀人夺宝。请林会长不要介意，我只带走他一人。什么？受雇于人，竟然反噬雇主，简直是我们玄世界的耻辱啊！之前此人在秦大师夺魁时就胡搅蛮缠，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好，莫大小姐请便。带走。该死，唯一的传送符上次已经用掉。烈火符，你以为留得住我吗？我可是五品玄师，一个黄毛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山脉吗？是真的会山脉。看来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！既然如此，我就送你上路。此等玄学界败类，死不足惜。诸位同仁切记，玄学会不约束自由，但是谁要打着玄学师的身份为所欲为，我这个当会长的绝不姑息，替天行道。这个林会长好浓郁的能力，而且突然出手就是杀招，总感觉像是在隐藏什么。秦羽，真没想到你竟然掌握了四脉，堪称百年难遇的天才呀！林会长，说笑了，只是运气好罢了。你小子就不必要谦虚了，我这把老骨头研究了几十年，现在山脉就只会一个皮毛，而你20出头竟能会无印施法，真是后生可畏呀！拿着魁首的奖励。法器这一下，法器不得了啊！竟然已经产生自主意识了。秦羽啊，看来这法器和你有缘呐。希望此物在你手上发挥作用。那就谢谢三位会长。为什么要杀他？难道等着他暴露我们的计划吗？他并不知道我们的计划，但是他知道你的身份。为了我们的计划，我别无选择。至于七星剑，你自己没本事拿到，
不能怪我。会拿到的。自从得到这件法器，诸葛内经就一直能感受到一种欢呼雀跃的气息，像是亲人一般。果然是诸葛先生的法器，七星剑。亮，生于乱世，不义将星欲坠，俯垂剑听，屈言沉算。丞相，卫兵致意。丞相，是。生死有命，亮想借天续命，实在是荒唐。只是陛下之托未能完成，亮心有不甘。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满襟。人间有灵，我能够明白你的悲伤，但正如诸葛先生所说，生死有命，你又何必耿耿于怀呢？我巧获诸葛先生传承，也算是诸葛先生的隔代传人。你若是愿意的话，以后便跟着我吧。法器认主，永香，我到了，找人来接我吧。季大哥所言果然不假，难怪我每次突破都感觉差点劲，原来是要靠本命法器把逸散的灵气给吸收了，来反哺宿主。救命！救命！前面，救命啊！你还小，你快把这剑收走啊！七星，吓唬吓唬他得了，他没恶意，回来吧。什么邪剑啊！我错了，我说错了，神剑是神剑。这剑现在是我的本命法器，你刚才是不是到前面去了？啊，那它就是自动护主。说，找我有什么事儿？能不能先把这剑收走啊？我怕他突然飞上来捅我。我靠！灵气入体，不是，这还是现实世界吗？别贫了，说吧，找我干嘛？哎，当然，那是有好事呢。你能有什么好事啊？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？走吧，我爷爷醒了，他要见你。哦，睡了3天，总算醒了。
走。这边。爷爷，秦羽来了。好，那你去忙吧。好。莫老爷子，不错，不错啊，配得上我家小新。啊！老爷子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爷爷，我还没跟他说呢。原来如此啊，秦先生，对不起啊，只是小新啊，因为我的病，已经在菩萨面前许下了大愿，谁救了老夫，她就嫁给谁。起初我也没有当真，只是看到秦先生尚在墨家，我一时给误会了。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？秦先生，那你觉得我家小新如何呀？莫大小姐无论长相、心性，还是学识，都是极好的，天庭饱满，鼻翼丰满且有光泽，虽有坎坷，但是大富大贵之相。谁让你给我看相了？秦先生，不愧是玄师啊！不过我问的不是这些，而是……哎，爸，不可呀！难道你忘了小新和王家的婚约了？那是婚约，还是你为了攀附权势而单方面给人家做出的承诺？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，爸？我们家现在如日中天，王天成就是年轻中的佼佼者，小新嫁给他有什么不好？再说了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墨家呀！你闭嘴！你攀附权势，卖女求荣，自私自利，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？我从小教你的仁义礼智信，你都忘到狗肚子里了。爸，我不要挑我爸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。通知下去，解除墨剑城在集团内的所有职务。爸，你……对了，还要他的所有资产全部冻结。好的，爷爷。好，你们都会后悔的。哈哈，秦先生，让你见笑了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不过莫老爷子，你的身体算是恢复了，刚才骂人的时候都中气十足呢。这我还得感谢你呀。哎，小新啊，你陪着秦先生出去逛逛，爷爷没事的。谢谢啊，要不是你，我爷爷他……哎，说这些干嘛？虽然之前是为了酬劳出手，但现在我们已经是朋友了，不是吗？是的，是朋友。那既然我们已经是朋友了，之前老爷子说的你立誓的事，是不是可以说说了？啊？既然我爷爷都已经跟你说过了，那你还问我干什么？我又怎么招惹你了？真是个死直男！大小姐，谁惹她生气了？发这么大火？不知道啊，从来没见过大小姐这样。刘婶，你们在这嘀咕啥呢？没事没事，聊天呢，大少爷。对了，我爷爷这2天刚好，你们这2天做饭做点清淡有营养的。哎，好的，大少爷。姐，秦羽呢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你俩不在一起吗？谁跟他在一起了？我说错了，我自己去找。奇了怪了，老姐这脾气怎么比原来更不好了？王总，孟家来人。孟家？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们没有说，不过根据调查，孟家孟瑶是秦羽的前女友，在前2天的玄学交流大会上，见秦羽大出风头，想要攀附，被莫大小姐制止了。哼，果然是想借刀杀人，让他们来见我。是。
是王大少爷，好帅啊！要是能成为他女朋友，那该多幸福。二位，把那匿名照片寄给我，是何意呀？王少，我们没有其他意思，主要是我从家中长辈那里听说莫大小姐和王少你有婚约。那天在交流会上，我看见莫大小姐对那个秦宇态度暧昧，所以想要来告知您一下。对，虽然我们知道这确实有点多管闲事了，但是王少，莫永新作为您的未婚妻，居然在公共场合声称她是别人的女朋友，这简直是损害王少您的名声啊！哦，那这么说来，我还应该感谢一下二位了。哎呀，哪里，举手之劳。我们只是想提醒一下王少，那个秦玉心思深沉，怕王少的未婚妻被那小子给骗了呀。对，听说孟小姐之前和秦宇是情侣。哎，什么情侣啊？是上大学期间，他一直黏着我，想让我做他女朋友。不过我怎么可能看上他呢？他跟王少您比起来，简直是差了10万8千里呢。是吗？对，我妹妹说的没错。那小子不久之前还是个平平无奇刚毕业的大学生，连工作都不会。最近仗着遇到了一点奇遇，成为了玄师，就变成了这副目中无人的样子。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成为了玄师，还在玄术交流会上一鸣惊人。秦宇有点意思。感谢二位的提醒，我会注意。二位慢走。啊，请走。好。计划开始。还有，那个秦宇，我不希望出现在我面前。莫有心啊，莫有心，你既然不想吃敬酒，那就尝尝罚酒，滋味如何？哥，你说王少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让我们走了，他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既然王少已知道了这件事情，那秦宇肯定会很惨。竟然敢羞辱我，害得我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，这死了也是活该。来，小瑶，消消气。最近几天总有种心神不宁的感觉。秦宇，走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。你能有什么好地方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走吧。哎呀，我天哪！来啊，秦宇，进去喝啊！喝不动了，喝不动了。你不行了，这才几件酒，你就喝不下了？谁说我不行？喝，走。他们已经喝醉了。好，带过来了。好。这俩小子喝了多少？差点把我给整吐。干得好！事成之后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那先谢过师哥了。这俩小子睡得很沉，一路上都没醒过。秦宇，今天终于让我抓到你了。死吧你！樊大师，好久不见了。你不是说他们已经醉了吗？我确实看到他们
在这里面，早晚就风吹睡着了。星月，咱们到了吗？你真睡着了？我演技好吧？连你都被我骗了。哦，牛啊，真可以。你们装醉？哦，你才知道啊。星宇，你说咱俩要被这货扒了，那传出去不得让人笑话死啊？我肯定没有暴露，我在车上，我真的一句话都没有说。我们确定没有暴露，一定是你在上车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准备。你怎么发现的？我算出来的呗。不可能，我知道你相术了得，所以我全程都没有现身。你怎么算的？谁说一定要给你看相了？我看星星看月亮算不行，我掐指一算不行啊。对。你还会武术？哦，是五脉玄师。五脉玄师是五脉都会吗？那恭喜答对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自民国以来，五脉玄师的传承已经断绝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修起五脉。你一个毛头小子，怎么可能？我再说一次，你不行，不代表别人不行。就是，你难道不知道，这世上有一种人，他叫做天才吗？天才？这，天才！我今天就要斩杀你这个所谓的天才！而你的一身灵气灵根，就将成为我樊墨的养料。届时，我便可以一举冲击8品，成为史上最年轻的8品大玄师。稍等，我打断一下，你还有什么遗言要说吗？哦，遗言倒是没有，就是想纠正一点。那个最为年轻的8品大玄师，你这辈子算是没希望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因为我已达8品。哇，8颗命星，8品玄师，不错，有点眼见。不会，我从小跟着师傅学习各种秘法，掠夺吸收无数灵气，如今才7品，怎么可能会是8品？就算你是8品又如何？兄弟，你随行神兵降临。竟有武灵炼阵，你今日该死！这个阵法是我宗的独门秘法，普通8品亦可斩杀。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杀！鬼，真有鬼啊！青云，你快出手啊！九天十地乾坤正法。也释放灵气，这是什么阵法？九天十地阵。我靠！今日我就将你们全部超度。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会输？我做的秘法大阵，怎么可能会输？我师父说过，此阵一旦开启，普通8品只有殒命的份儿。你，谁说我是普通8品？交流大会上，明明只是个7品，就算你拿到本命法器，变成8品，可是才短短数日啊！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在交流会上是7品？按理来说你也是7品，应该探查不到我的实力才对。想知道吗？下辈子吧你！不说是吧？哼，行，你用亡灵炼阵，今日我亦有杀你的理由。杀了我又如何？你还有墨家都会到阴曹地府来陪我，我不会孤单的。你关墨家什么事？师父，救！谁？
谁？这一幕和交流会上林秋生出手杀贺平一样，是他吗？不，这怎么眨个眼的功夫，这个家伙就死了？刚才有人暗算，下手狠了。我要是没躲过去，下场就跟他一样。还有高手啊！不是这咱们怎么办啊？这个家伙怎么处置啊？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我只是负责把你们带到这里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咦，一个大男人竟然尿裤子，你丢不丢人啊？说，你和樊木是什么关系？你还知道点什么？大人，别杀我！我只是一个太监，收了他的钱，负责帮他把人带到这里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这个家伙都被吓尿裤子了，我看他不像说谎的样子。哎，你演技虽好，但是你的眼神就不是那么好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要是不说，我不介意你的下场跟他一样。大人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让我说什么啊？不知道？好啊，把手伸出来。你手腕上的纹身跟樊木手腕上的一模一样，你告诉我，这是巧合吗？纹身？哎，我看看。不要逼我！哦，早就防着你，你以为我会跟这个傻子一样？不是，你说话委婉点嘛。最后一次机会。我操！是啊！救我！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估计他自己也想不到，杀死他的竟然是他的这个护身符。走吧。哎，咦，黑玄前辈，失败了。那小子关键时刻躲开了，我的法力不小心击中了樊木。哼，是不小心还是故意的，你很清楚。我也是为了我们的计划能够顺利进行。莫慌，我又没责怪你什么，相反，我觉得你做得很对啊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这也是我为何找你合作的原因。这老家伙竟对自己弟子的死丝毫不在意。秦羽修为一大八品，我迫不得已先行离开。樊水现在他已经死了，这老家伙到底藏了多少手段？秦羽已成气候，接下来不要对他出手，以免计划出现变故。到时候那位怪罪下来，你可兜不住。但是他现在跟墨家走得很近，早晚会成为我们计划的绊脚石。不急，最多让他再活7日。什么意思？7日之内，我将晋升9品。什么？恭喜黑玄前辈即将踏入玄师至尊境界。现在说这些还为时尚早，能够这么快踏入9品，还得多感谢那个秦羽。哼！
你的意思是，你怀疑昨天晚上向你出手的是林会长？没错，那股术法的气息，包括那种杀人灭口的熟悉感觉，就跟上次在交流会上击杀贺平时一样。可是我们跟林会长也没什么矛盾，而且你还是玄学会的天才会员，他喜欢你还来不及，怎么会想杀你呢？我也不知道我什么地方得罪他了。他想杀的人，应该不是你。爷爷，爷爷，你说林会长想杀的不是秦羽，什么意思啊？秦羽啊，这事儿我得先向你说声对不起呀。莫老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大概是7、8年前，我的身体还没有什么变故，也是我墨家最为鼎盛的时期，说是京城第一家族也不为过。但我知道，所有鼎盛的家族，最终都会有落寞的一天。于是，我就找到了龙国玄术最顶尖的2位高手，一个是萧玄，第2个人就是大山大师。大山大师，那卦象是什么？这卦象：龙脉现，真龙出，日月无光，邪祟涌，凤凰允，亡灵天下。亡灵天下，王家。对于这个卦象，我是将信将疑呀。但王家在短短的几年，竟隐隐有凌驾于所有世家之上的趋势，我才终于相信。难怪我爸死活非要跟王家联姻。龙脉现，真龙出，日月无光。我怎么感觉更像是说我呢？莫老，要是这个卦象真说的是王家，那跟林会长他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们有所不知啊，这林秋生其实就是王家扶持坐上玄学会会长这个职位的。此事关系到玄学会的隐秘，我知道的不多。不过，你们想知道更多，可以找一个人。谁？萧玄，萧大师。老爷，有人拜访，自称秦羽。秦羽，是不是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？是的。快，把人请进来。好。2位有请。秦小子，你怎么有时间来看我这个老头子？这几天你的门槛怕是被人踏破了吧？萧大师，我在京师没有住所，现在就住在墨家。是吗？挺好，倒是免了不少的打扰吧。萧大师这院子精致幽静，想来也是不喜欢被人打扰吧？没错，我就喜欢这儿。这城里的别墅大平层啊，住得浑身不舒服。秦小子，你有什么事直接说，我可不相信你是专程过来看望我这老头子的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萧大师，我今天来是想问你一些林会长的事。秦小子，你是玄师界百年无一的天才，出于爱才之心，我不想看到你夭折，所以我提醒你，有些事儿啊，不要管。萧大师关心晚辈，晚辈明白，但他的事我一定会管。
若是管了，会死呢？死也要管。况且，我觉得我不会死。有意思，你小子看似人畜无害，实则藏得比谁都深。萧大师不也一样吗？没办法呀，只有装着一副没脑子没心思的样子，才能不卷进去。龙国玄师魁首，想必一定是心思玲珑之辈吧？你小子就别拍我的马屁了。藏了这么久，好不容易迎来一条真龙，如果再藏下去，怕是对不起玄界的先贤呢。罢了罢了，想问什么问吧，我知无不言。你姐和辛先生呢？不知道。你回来干什么？老子回来怎么了？我虽然被集团开除了职务，但老子是你爹。你哑巴了？老子问你话呢。我姐和秦宇出去了，你要有事找他们，你不会打电话呀？你敢和老子这么说话？你信不信我？怎么？你还敢打我呀？信不信我现在告诉爷爷？哎，我怎么舍得打你啊？切，你打的还少啊！要不是因为你是我爹，我早就弄死你了。哎，对，是爹对不起你，所以才要补偿你嘛。补偿？啊？你拿什么补偿？你姐不给你高消费了，我托别人从国外弄了辆拉法。真的假的？当然，要不去看看去？那还等什么呀？走啊！事情还得从几年前说起。那时候我刚刚被林秋生挤下来成为副会长，本来我是想暗中积蓄力量，把这个会长夺回来。直到我一次偶然间看见林秋生手背上的纹身，那时候我才反应过来，林秋生和我多年前争斗的那个黑玄道人是一伙的，他们同出一个宗门，黑玄宗。于是我暗中调查林秋生，发现背后支持他的竟然还有王家。那也就是说，王家和黑玄宗其实是一伙的。没错，若只是一个黑玄宗，我还可以斗一斗，但是牵扯这个王家，那时我就心生退意。直到莫老爷子找到了我，让我为他家算一卦。他们谋划的事情与我莫家有关。你倒是有几分你爷爷当年的风范。没错，当时莫老爷子请的还有大山大师，我俩共同配合之下，得出了一个结论：龙脉现，真龙出，日月无光，邪祟涌，凤凰羽，亡灵天下。没错，正是这个卦象。卦象吉凶不明，卦语模糊不清，即便是我和大山大师也未能明确解析，那何谈破局之法？直到你小子出现。我出现？没错，正是你的出现，我恍然大悟。或许这卦象中的亡临天下，也不一定指的是王家的王，也可能，指的就是你。我，秦小子，你想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了，你现在准备怎么做？没想到看着和蔼的林秋生，竟然是黑玄宗的人，还有那个素未谋面的王家。萧大师，我想问，他们为何要图谋墨家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以黑玄宗以往的做派，被他们盯上的东西，只有强取豪夺。什么？小贤失踪了！啊！
动一切力量去找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别担心，既然是绑架，就证明他们有所求。而且，带他走的是你爸，就算他再丧心病狂，也不会伤害自己儿子的。为什么？我和阿星都是他的亲生骨肉，他为了攀附王家，把我送去联姻也就算了，竟然连阿星都不放过。唉，真是个极品爹啊！虎毒尚且不食子，希望你能有点底线。跪下！莫建成，你个禽兽不如的畜生！竟然把自己亲儿子送给一个衣冠禽兽啊！放肆！王少他岂是你能侮辱的？王少，这犬子肖纵挂，出言不敬，你别介意啊。没事儿，我知道暗地里不少人骂我，我不介意。哎，是，王少不愧是王家真龙，您这种度量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。但是当我面骂我，他是头一个。王少，我替犬子向您道歉。哎，莫叔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要是让我爸知道了，又该说我不懂事了。可是这犬子他……没事儿，我就是跟他开个玩笑嘛。去，打断他一条腿。等等，王少，您这是为何呀？您不是已经答应放他一马了吗？我已经答应放他一马了，要是换成别人，那就是一具尸体了。来呀！你以为我会怕你啊？今天你敢动我一下，老子我迟早我弄死你！你放开我！放开！老爷子，还没找到大少爷吗？回老爷子，还没有。畜生！我莫尘庭怎么会养出这么一个畜生？竟然做出绑架自己亲生儿子的事情！老爷子，别动怒，他毕竟是阿星的父亲，应该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啊。他是不会，可不代表那个王天成啊！王天成很短的时间就执掌了王家，连他那个叔伯都被干掉了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肯定是心狠手辣，心智若妖啊！秦羽，你能不能帮忙算一算，我弟弟现在人在哪儿？我刚回来的时候，就拿阿星的贴身物品算了一下，他现在所在的位置被屏蔽了天机，肯定是那个玄师出手了。我现在只能算出他还活着。活着就好。是阿星。喂，阿星。忧心，好久不见。是你？你把阿星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只是对我出言不逊，我小小的教训了一下。你要干什么？让秦羽接电话。我是秦羽。你还真厉害，20出头就达到大部分年轻人一辈子达不到的成就，还得到了京都第一美女的青睐。说实话，我很羡慕你。王少，别说笑了，有话直说。今晚12点，北郊，你一个人来。没问题。我来了。秦羽，快走！这两个老家伙，你对付不了啊！林会长，果然是你。看来秦师傅早认出我来了。呵呵，老夫的隐匿功夫还是修炼不到家呀。没想到庞副会长也成了他人的一条走狗。之前在交流会上还觉得你挺正直。王天成呢？打电话叫我来，自己不敢露面，算怎么回事？
王少该出现的时候肯定会出现。哼，没想到在玄学会里，竟是一群阿扎之辈。秦羽，我无意害你，只是奉劝你答应林会长的请求。如果你答应，我会放你安全离开。请求？哼，林会长有什么请求，说来听听。秦羽啊，据我调查，越狱之前你是个普通人，但是在越狱之间，你变成了8品玄师。最不可思议的是，你还是5脉玄师。我很好奇，你是跟谁学的？我就是跟我那个早已逝去的老道士师傅学的呗。你以为你这样的借口我们会信吗？那不然呢？我突然顿悟，我觉醒了什么玄学系统，看一本玄学书籍，熟练度直接拉满。够了！我不想听你胡说八道。哼！你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达到如此造化，肯定是受到了某个传奇玄师的传承。这老头还挺聪明。对，我获得的就是诸葛武侯的传承。诸葛传承，不错。你撒谎！你撒谎！完整的诸葛传承早就断绝了，你再敢胡说八道，我肯定要收拾你。说真话就没人信。来，老头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收拾我。我知道你修成8品，所以今天我特意请来了唐副会长助力，为的就是斩草除根，不留后患。打不打？不打我走了。臭小子！又是这招。老头，你就不会别的招数吗？翻来覆去的就是这招，太弱了吧？臭小子，你敢瞧不起我？有名深处鬼王县，印路3合岁，有名鬼王印，是我绝杀技。拿命来！玄黄蓉血脉，不灭筑基身。老头，你这学的是什么术法？威力不大，天道不小。他中我幽冥鬼王印，这么毫发无损的，杀了他！玄冰，叶落，万物凝，冰封千年雪，寒气透心土。幽冥之力加无身，万鬼皆臣服。名字取的倒是挺唬人的。神威天柱，竟然真的是诸葛武侯！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啊！他竟然真的是诸葛传人！还有什么手段一并使出来吧。秦羽，你确实厉害，你不会以为赢了我俩就可以阻止王少的计划吧？什么意思？龙脉县真龙出，日月无光，邪祟涌，凤凰云，亡灵天下。你以为这陨落的凤凰，他是谁呢？莫有心。没错，这注定陨落的凤凰，他就是莫永新。千算万算，玄术再高，终究逃不过命运的摆布。我姐，所以一开始你们的目的就不是我，
而是莫有心。你功力再强，也只不过是一个玄师罢了。千百年来，墨家的气运积累，全部在凤凰女莫永心的身上。我们要的是气运，要的是君临天下，灭世一切的气。李会长，你竟敢杀我！李会长，镜花欲吞瀚海浪，笑而不知天地宽。一个世家，几个玄师，就妄想君临天下，痴心妄想！杀了我吧！念你尚存良知，放你一条生路，好自为之。谢谢。星月，别管我了，快去救我姐啊！你姐暂时还没有危险。多谢萧大师出手相助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莫小姐，秦小子那边的情况如何呀？秦羽刚给我发消息，他已经救下阿信，送他去医院了。也不知道这小子是怎么修炼的，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！据秦羽所说，这一切背后都是王家在操纵，和他们合作的是黑玄宗。这黑玄宗是黑玄道人创立的宗门吗？是，也不是。黑玄宗1000年以前就已存在，以前的名字叫元灵教，他们以吸食他人灵气来掠夺气运，壮大自己，因此成为玄师界人人喊打的宗门。是黑玄为了掩人耳目，才更名为黑玄宗。元灵教，传闻1000年以前，玄清宗元灵叛出宗门，修炼邪功，以人气血为食，迅速壮大，所到之处无不生灵涂炭。这王家是京城4大家族，一举一动都影响巨大，怎么能和这样的邪教混在一起？成王败寇，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，不是吗？我墨家的保镖呢？一群废物，当然是成我的养料啦！好久不见啊，小老弟。黑玄，没想到真的是你。哼，怎么，小老弟看起来不是很欢迎我的样子呀？黑玄，今天这2人，我保了。你我斗了那么多年，你应该知道，凭你一个人赢不了我。现在的我，你可拦不住。好，就来试试。不自量力。战！萧大师，你没事吧9品玄师，你还不算太傻。走，快，带你爷爷走，这里我顶住。想走？你们能往哪儿走？萧玄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你当初要是选择加入我们，现在墨家的气运早就成为了我们的养料，届时我们就是京城乃至龙国的王，所有的世家家族都将被我们踩在脚底下，而你萧玄就是受万人敬仰的玄道魁首。呸！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我萧玄羞于与你们这些草菅人命之辈为伍。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就只好去死了。黑玄，动手。你9品不过如此吗？看来你这9品虚得很呐！朕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！住手！住手！小心！莫有心，你在找死！王天成，你要的人是我，
你放萧大师和我爷爷走，我跟你走。当初我对你百般讨好的时候，你对我不屑一顾，现在你凭什么跟我讨价还价？你要是不同意，我就跟你同归于尽。同归于尽，真是个笑话。你现在是我的阶下囚，你连自杀都做不到，你还想威胁我？去，把这2个碍事的给我杀了！你敢！莫大小姐，你可是上天选中的凤凰命格，而王少可是真龙命格。你2人若是联合，可就是顺承天意，天意不可违。你为什么如此的执迷不悟呢？一个要靠我墨家扶持的家族，一个背信忘义之徒，我才不信他是什么真龙命格。若他真的是，真是上天无眼。莫有心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你要是敢动他们，就从我尸体上跨过去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得罪了。看来你的玄术造诣也不过如此，连我一个普通人都伤不到，还自称黑玄道人，不觉得可笑吗？小心，你什么时候学会阿星的嘴皮子功夫了？做什么？赶紧把他弄一边去！闭嘴！藏头露尾的鼠辈，既然来了，为何不敢现身？黑玄道人，不过如此。抱歉，我来晚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对了，阿星怎么样了？他腿被打骨折了，不过现在已经送去医院了，别担心。谢谢你啊，又帮了我一次。我说过，会陪你一起面对的。喂，你们聊够了没有啊？这就是传说中的王家王大少，也没传言中的那么玄乎嘛。不过身上这种阴暗腐朽的臭味，隔老远我就闻到了。你说什么？怎么，被人当面骂都不生气啊？我是该说你养气功夫呢，还是虚伪做作呢？你，哎，别动怒。你呢，还是保持一下你之前那种运筹帷幄的感觉。毕竟小新说过，他最讨厌的就是你那种惺惺作态的样子。哎，王少，这小子在故意激你，不要动怒。小子，你以为靠你的3言2语就能激怒我吗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现在是在拖时间，对吧？拖时间？我拖什么时间啊？我早就调查过，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崛起，我承认你是个天才。不过可惜，今天你得夭折在这里。天才，老夫最喜欢的就是天才。老夫纵横一生，死在我手里的天才不知凡几。但是像你这样短时间内就成就8品的，还是头一个。想必你的灵气应该很美味吧？想吸食我的灵气，那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了。秦小子，我来助你。萧大师，你能帮我保护他们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你身上还有伤，就不劳烦您了。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，那黑玄已经突破了9品，你现在不是他的对手。我们2人联手，或许可以有一战之力。你们还是如此的愚昧无知啊！玄师9品，1品1重天，作为9品，可是玄师之巅，与8品的差距可不是能拿数量就能弥补的。秦小子，你是老夫近100年来遇到最有天赋之人，若给你时间成长，
或许可能触摸到那超凡之境，只是可惜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这白日做梦，还成就超品，送他们到地狱成就吧。你们倒是提醒了我，若是把你们2个的灵气吸食殆尽，这超品指日可待。现在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何为9品。幽冥鬼影，银线，无常剑。幽冥鬼域阵，此阵是黑玄宗秘术以幽冥之力构建，轻则迷失方向，心神不宁；重则失去神智，被鬼躯吞噬而死。我说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？你小子还笑什么？你可知被鬼气沾染，生不如死。怎么，知道突破不了了？如今想认输了？不过也对，8品对9品，犹如皮肤撼青天。8品，我早就不是了。你也是9品？你小子怎么是9品了？来的路上顺道突破了，就晋升9品了。等一下，黑玄道人多年前就已是8品巅峰，如今再次出山，或已成就9品。你这一句凶多吉少，我有一物可助你一臂之力。七星灯，没想到传说中失落已久的七星灯，竟然在旁光手上。我留他一命，反而让他主动献出了七星灯。在来的路上，我就将其祭奠，突破9品了。不，这不可能！你才突破8品，这8品与9品之间的差距犹如天堑。就算是你有机遇，也不可能这么快的突破。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天资这么差？几年前就到8品巅峰了吧？又是吸人灵气，又是闭关的，这么多年才突破，差劲透了。我要是你啊，我就随地找块石头撞死得了。你和小星待久了，都被他传染了。还好意思说别人？尔敢辱我，给我死来！七星，哟，王大少，你那个老家伙好像跑了呀！黑玄，你竟敢背叛我！该死的小子，竟然获得了诸葛一脉的传承。若非我刚突破9品，气息不稳，断不可能如此狼狈。等我恢复伤势，我定要让你不得好死！不要过来，不是我做的，都是黑玄做的呀！王大少，怎么站都站不稳？我还是喜欢你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，麻烦你恢复一下。不要杀我！我是王家的嫡子，你们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们，金钱啊，权力啊，我全部都可以给你们的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，眼里只有钱和权力吗？有心，我错了，我之前就是因为太爱你了，所以才做下这些错事。你原谅我好不好啊？我可以把王家所有的资产都给你啊！你这副样子，真让我恶心。七星，你想怎么做，我都支持你。不要，有心，有心，不要！你不能杀我！不要杀我！这一剑是你打压我墨家多年，这一剑是为了我弟弟的腿，最后一剑是你谋害青玉。
结束了，没事了。唉，没看到王天成下跪求饶的样子，那真是遗憾。谁让你自己在家都能被绑架，还害秦羽身处险境？谁知道他？哎，姐，你什么时候跟秦羽关系这么好了？我拿他当兄弟，他拿我当小舅子。谁在骂我？我已将诸葛内经全部参透，怎么还是没有突破的感觉啊？到底是差了什么呀？又见面了，后辈。诸葛先生，诸葛传人拜见武侯。已死之人，不必多礼。后辈可是修习诸葛内经，心有疑惑？是的，我今日把诸葛内经参透，却迟迟未突破，我实在想不通其中的缘由，还望武侯解惑。心若惊涛，则树若浮萍。你可知诸葛一脉中静字何解？静非止水，乃天地归元。我懂了，八卦相错，属王者顺，知来者逆。今日破境，当斩魔卫道。黑玄，出来受死！小辈，我正准备找你呢，哼，没想到你竟然送上门来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荧惑守心，贪狼一位。你借此地布阵，是想引动星煞，血祭全城生灵。哈哈哈哈！聪明，且看你如何破我九幽噬魂阵。若是之前，这阵或许真有点难。景门转死，荆门化生，八阵图，开！八阵图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一世，名为星陨，告慰那些被你血祭吸食的无辜生灵。诸葛一脉不该存于世。再等我。秦羽，你去之前就不能发个信息吗？你知不知道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每次都是你一个人承受这一切，你安全比什么都重要。